这一场的一个选手名单。没错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 A 组啊 ，A 组的一个选手名单。是。等一下，我们就看一下他们的一个比赛，哎，怎么去进行的。而在这么一排的一个大兵子里面，有一个小说家，这些就是选手们比较喜欢的一个角色嘛。是的，这也不是代表他们上了这个场肯定是拿这个角色，这是他们最喜欢的。小木木，你要是跑酷的话，你喜欢用什么角色？那我说实话，我比较想用小女孩，对吧？哦，小女孩其实你也知道，你也用的不少。所见略同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感觉它这个模型比较小嘛，然后不会卡视野。是的。来看一下，我们选手已经就是了，紧张刺激的跑酷，看谁能先抢到这个吊车。是的，开局我们看到了红色佣兵一马当先。是的，刺客披风啊。但是随后好像是有一把枪啊，这把枪刚好是停在铃铛处，而且还被铃铛摇了一下。那现在，哇，不愧是摸了球的佣兵啊！对，又来了一个佣兵，他现在是摸球直接跑到第1名。是的，这个位置就是塞翁失马，你可能一开始是第1，结果一把枪下来，你看。主要是没关系，你这个枪的运气，主要他们也运气太好了，而且为什么刚刚说是你没有关系呢？因为你到了这个升降门的时候，大家是众生平等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只能等这个门。对，跑酷这个。真的是你要学会什么呢？去当那个渔翁，没错，对吧？就让他们去打，然后自己呢偷偷摸摸，我在跟第2名、第3名，然后突然一下跑到第1了，就像现在这个达莫，对，直接就跳床来到第1名的位置。哎，是的。不过达莫这手里的球好像还是个整的，对的，直接拉过来。现在没有人有道具去干扰他。后边我们看到仅剩的道具只是后边3个拿着。这个地方如果选择摸护腕的话是比较好的，可以去躲开黄衣触手嘛。是的。但是如果选择摸枪的话，那自己的一个跑就比较难了。选择球稳，护腕弹到很流畅啊。没错。可能就是选佣兵的一个原因，弹护腕手感好。要是走到这个点位呢，也是比较稳的。对的，因为你从左边去上去呢，从小地图上已经拉开了一个不小的差距。后面的话只有一个第2名，然后又摸到一个球，拉开距离。是的，达莫这个速度相当快，很快了。那我们第2名那边的一个小驴才刚刚到那边的一个旋转门，但他这里已经上梯子了。手里还有一个积分4秒，已经到矿车了。哇，有机会在2分出头的一个时间就直接跑到终点啊！大概是能在2分02秒，好像就能结束啊！这个护腕会不会护腕？一个弹，2个，他有没有操作？那手里还有球，2分02很漂亮，也差不多是2分02了。因为他还在门口跳了个舞。这个速度，我觉得他如果说没有去停顿那一下，或者说他弹到那个护腕，应该是有可能在2分钟的时候。刚刚好去，完成一个全程。我看到我们后面的选手已经陆续完成了。这边的话，我们的第6名，唯一的一个拉队员，好像是有点能赶得上吗？还有2秒、1秒。哎呦，可惜。不过一个时间也是获得第6名嘛。现在呢，其实你按照时间啊，都是要往后边去比的。他们现在更重要的其实就是积分。哎，我跑到第1，这个积分是最重要的。因为第1名是多少分啊？这8分，这8分就很高啊。对，是的，所以期待一下嘛，期待一下他们在第2局的一个表现，看能不能就是说，哎，道具嘛，道具用的会更加的好，或者说是在一个运气上的比拼，就是旋转门啊，或者说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升降门，看能不能配的运气更好一点。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我们跑星光金属的时候，你发现后面5、6名的时候，他们都有枪。对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1、2名他们在干什么呢？他们在往回跑。是的，第1名往第2名身后钻，第2名往第1名身后躲，就是我就等你走到这个点上，然后我再交枪，让你去吃技能，对吧？你去吃枪哦，不行，你去吃。这2个人就你看着我，看着你，就哎，看一下我们。要不看到第2局，第2局已经开始了，就是有一种被人拿枪指在脑门上的感觉。是的，这里是吊车，就是红色佣兵。还是抢到了，对的。亚克选手好像有点东西啊，而且说实话还好，还是标枪还不错，但是那边又是2把枪的开局，不过是利用了一个吃刀受伤来解除了眩晕，很细节。选的是硬吃嘛？对我们脸上的话也是选择交了一个护腕弹走，没错。现在的话跑到我们这个旋转门的位置，这里还是比较
难去拉开一个距离的。不过刚刚我们说一个点，你这里还好它是雕像，你如果真的全是触手，你可能要倒个3、4个了。因为你触手所有人聚集在一块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可能能躲，但是你躲不了第2根。对，就是他们这些触手，他都会出现在一个位置上，所以他选的一个方向是比较合理的。没错。然后也是一路的一个领先 ，AK 他这一把的一个路径还是相当好的。回头丢了一个泥吧，好像是。这边还能干扰一下其他选手的一个进度，自己能摸一个护腕。他们也看到冲过来，选手直接用的护腕直接甩了。感觉这把是要一雪前耻了。是的。我说这边能不能躲掉一个泥巴？躲掉了。2试之鬼根本就没有打到，但是他的道具有一个钩索，刚好前面可以用一下。对，我这边升降门是把他拦在了前面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小说家第2名正在追过来，距离拉的不是很远。用要捡道具吗？捡一下。哇，一个钩索，然后配合一个护腕。那这2个道具直接就可以让自己拉很远的位置，直接弹到另外一个护腕点，然后再弹到滑梯点，梯子的一个点，很流畅。对的。然后上了楼梯再有一个护腕点，哇，再配合一个矿车，而且他弹得非常好。对，弹到最右边，这样可以下来就利用一个护腕，再去弹到终点门去。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时间把控真的很好。你看他这局甚至有望在1分58的时候直接完成了整个赛道，有研究的呀 ，K， 而且在他前期吃了枪的情况下，是的，这个平均时间绝对是往下拉了很多很多。对的，太细节了。然后我们反观过来这边，拉队员他这把现在是有一点稳定的，他现在这个发挥，看到上一局的一个排名也是有一定的变化嘛，像第1名跑第3，拉队员小说家这把也是成功跑到第2名，也不错。那我们刚刚也是看这个积分嘛，就是佣兵呢这边往前挤的，其实第1名现在就1个+8，然后再往第2名去算，可以是+6的，然后你这样积分算下来，能让自己处于一个优势的地方吧。对的，看到这样的话。第1名跟第2名的一个积分还是相当高，他们是一局2个第1，然后一个人是第2，一个人是第3。对，后面的一个选手呢，他们的一个得分就不是很乐观了。没错，现在也是继续求稳嘛，你前3名求稳，看能不能接着去保证自己在前3。前3名肯定是不希望自己的掉下来嘛。对于第3名来讲，现在更多的是希望自己能拿一个第2或者拿一个第1。是的，现在你这个前3只要能稳住，你下一局再拿前3，那就防止被反超嘛。你反超不了了。现在是杂莫的第1视角，然后切换到狼的一个蓝色佣兵，他抢到吊桥，看一下他抢到吊桥之后会选择怎么样的一个路线，也是选择往右边的一个捷径走，被砸了2下，这样的话给到自己一个加速。看到我们小地图那边那个位置还在小手一个被躲掉了，阵营里面是的，摸到了一个盾，其实也还行。我们看到第2名出了一把枪啊，对的，刚好可以用这个盾去顶掉。哎呦，只能说这个盾来的还挺及时的，然后是杰克的一个无人区。这个枪一旦要打到了，只能是在升降门在那里翻。对的，那用盾挡掉了枪，然后再预判一个目标躲掉，很稳健的跑在了我们的最前面。没错，小地图上大部队也赶过来。对，现在求稳其实就可以的，身上有盾也不错的。是的，防止后边再去摸出来枪。就是我摸到这个盾，我可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加速，但是我能稳固我的优势，而且这一局其实后面的人都摸到的是盾，就他们也很难追赶上，就不太能影响到了，除非这里有一边能把他勾回来。过来弹走，他这个速度还是挺领先的。这铁作用没什么用的，他选择是走右边的一个弹簧区，对，因为右边弹簧区弹得好的话还是比较流畅的，再加上有一个磁铁，而且这边是没有门的嘛，不会被升降门卡住。看一下第2名，再加护腕也是比较远的，感觉反超比较难。哇，勾，那这样加速呀，最大利用化了。是的，你在小地方已经看不到红点了。那狼他这个佣兵跑第1应该是10拿9稳了，所以看后面第2、第3名的争夺了。上楼梯再接一个护腕，弹到最右边的矿车。这一整局的一个表现都相当的稳健，好流畅啊！这一次的时间好像还是能在2分左右的。但是应该是要超2分钟了。58、59，2分1，2分1多吧？对的。然后后续大部队在这边抢，
看一下第2名，优米已经弹过去了，有一个加速完成，是 KK 拿下第2，然后 Lucky 的话也是在第3。那反而达莫第1局感觉很好的一个情况下，在第2局、第3局里是名次往后面有些降的，没错。然后我们的赏品，我们啦啦队员也是有一些进步啊，这一局成功拿到了第5名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名次可能还会有一些大的一个变化。这个消耗时间其实最好的还是要往前去挤一挤。你看，防止积分消耗。还是小说家和赏品，然后 KKK 呢也是因为他这几把的一个表现嘛，平均下来没有那么高。那我们也是看到嘛，赛后数据这个总积分，你排在前3的就是亚克，然后狼，然后还有杂莫，这他们排在前3就是属于晋级了。你发现就是拿到过第1的还是更会容易晋级一点，因为毕竟第1这个分给的太多了。是的，对吧？你像杂莫，他哪怕是有一把是第6名，但他毕竟一把给了8分。主要他们稳定住了啊，在后面的比赛里边就是能还保持在前列啊。对。